我羊水提前破裂，需要紧急送医院手术。丈夫傅桓却丢下我，跑去机场接他的白月光。后来我因延误最佳救治时间，9个月大的孩子没能保住。出院后，我伤心欲绝，收拾为孩子准备的小衣服，却看到他白月光发的2人含情脉脉共用情侣套餐的朋友圈，配文：好朋友就是一个电话，他就能放下所有事赶到你身边。下面一众好友直呼羡慕，还有人故意坏笑问他：这位这么配你的帅哥是谁呀？我沉默半晌，大方回评：她老公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评论刚发出去2秒，傅桓便打来了电话，劈头盖脸对我一顿责骂。我都说了和子瑜只是朋友，你乱吃什么醋？你如果有什么不满，我们当面聊。你这样乱评论，让其他人看到了，他们怎么看子瑜？赶紧把评论撤回，别这么不懂事。我内心嗤笑。在我被推进手术室前，手术告知单需要签字，医生给傅桓打了10几通电话，他都没接，给他发消息也没回。现在他打来电话，却连问都不问我的身体，反而是为了他的白月光姜子瑜来找我兴师问罪。我讥笑一声：你早晨连孩子都不顾，说是公司有急事需要你处理，原来这事就是姜子瑜呀！早晨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端倪，我羊水提前破裂，疼得连站都没有力气，可他却让我自己叫救护车，而他只顾着将满衣柜的衣服摆在床上，一件件的试穿，精心挑选，甚至走前他还不忘喷了香水。香水浸过鼻尖，味道很陌生，是我最讨厌的甘草味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根本没时间想其他的。可现在想想，甘草味明明是姜子瑜喜欢的味道，似是被我戳穿。傅桓的语气没有了之前那么强硬。子瑜是这次合作派出的代表之一，我去接他也是为了公事。他在狡辩。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我伤心欲绝，内心更多的是不甘。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合作害死了我的孩子。我打给了他的秘书，却得知这次合作时间明明定的是1个月后。傅桓找姜子瑜的事，秘书并不知道，就连接机也是傅桓一个人去的。之前的合作对象，傅桓从来不会这么安排。我无力再去拆穿他，心如死灰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去接他，我们的孩子……可我话未说完，便听到对面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女声：桓哥，你不要对嫂子说话那么凶。我相信这件事嫂子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怪她，嫂子可能是误会了我们2人的关系。要不然你把电话给我，我来跟她解释。傅桓温声回他：你不用替他说话，这件事谁对谁错我能分辨。林婉平时被我宠坏了，所以做事没个分寸。早知道他还这么幼稚，我就不该答应他要孩子，以后还不知道他会把孩子带成什么样。傅桓的语气嫌弃的吐槽，纵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可当亲耳听到，我还是忍不住愣了神。内心五味杂陈，刚才想说的话噎在胸口，忽然觉得孩子没能保住这件事，说与不说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傅桓朝我警告时，嗓音又恢复了冷漠：林婉，把评论删掉，然后向子瑜道个歉。这件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不然什么？像以前一样冷战？逼我主动跟姜子瑜道歉吗？还是把姜子瑜带到我面前，故意看着我发疯吃醋，然后再居高临下的告诉我，再胡闹，他们就要如我所愿在一起。不等傅桓说完，我直接道：傅桓，我们离婚吧。
电话那端顿了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离婚，反正你对这桩婚姻本来也不满意。我和傅环是商业联姻，他不喜欢我，但我很喜欢他，喜欢到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。所以这些年，每当我惹傅环不高兴，他都会拿离婚威胁我，而每次我都害怕的乖乖道歉，哄他。原来我没觉得有什么，可今天才发觉，真的好累。明明我曾经也是爸妈捧在手心的女儿，却为了一个男人卑微了8年。明明结婚也是双方都同意的，可他却恃宠而骄。我只是喜欢他，但我从不欠他什么。我本以为傅环会高兴，可谁知他却突然炸了毛。我只是说你2句，你就跟我闹离婚？林婉，我是不是都说不了你1句？姜子瑜也在旁边娇滴滴地出了声：嫂子，你怎么能提离婚呢？2个人吵架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夫妻床头吵架，床尾和，不能拿离婚做威胁呀，太伤2人的感情了。看似在劝我，可我还是听出了他话里的兴奋。我胃里一阵翻滚，忍不住道：你闭嘴，听到你说话就反胃。姜子瑜委屈的没说话。傅环接了声：我就知道你还是因为子瑜的事情闹脾气。我都说过了，我们是普通朋友，吃情侣套餐的普通朋友。我冷笑。傅环被噎了一下，似乎是不知道该怎么狡辩，直接转移了话题。你真要离婚？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你要让他一出生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吗？距离手术结束已经1天了，他竟然还不知道手术已经失败，孩子没保住。姜子瑜在国外的时候，3餐吃什么他都一清二楚。我们是夫妻，他一个电话就能知道的事情，竟然到现在都没有去关心。我怒极反笑，语气竟出乎意料的平静。哪儿还有什么孩子？孩子已经死了。我的话刚说完，傅环怒了：林婉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跟我怄气，凭什么咒我们的孩子？那也是你的孩子。你这话是一个当母亲的人应该说的吗？你现在真是不可理喻。算了，你自己好好冷静冷静。说完，傅环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对面传来嘟嘟的声音，每次都是如此，但凡有不满意，他便挂电话，同我冷战。这次我没再像以往那样担心地拨回去，而是继续收拾孩子的小衣服、小鞋子、带奶嘴的奶瓶，包括我提前给宝宝准备的长命锁。东西并不多，可我用了近2个小时才收拾完，一直哭得眼睛干涩生疼，仿佛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。我也希望刚才我是因为生气在咒孩子。在我身体里怀胎9月份的宝宝很乖，一点也不像别的孩子那么闹腾。我休息的时候，他总是安安静静的，安静到好几次我甚至担心他是出了事。但最后的检查结果都很好。做 B 超的时候，他还会挥动小手，仿佛在跟我们打招呼。他也很喜欢音乐，每次我给他放音乐的时候，他便会手舞足蹈。当初我还跟傅环说，他或许以后是个音乐家。当初我学的是音乐，发完一首歌后，还有星探因此找过我。可傅环不喜欢妻子抛头露面，所以我早早便放弃了自己的梦想。孩子没出生前，我幻想过很多次孩子的模样。他或许很乖，或许很调皮，或许成绩很好，也可能像我一样不爱学习，经常成绩垫底。可能会很漂亮，也可能会很可爱。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他没机会长大，甚至没有机会睁眼看到这个世界。想到这里，我强忍着痛苦，去找了护士要回孩子的遗体，是个女孩，已经完全成了形。我心如刀割，联系了殡仪馆，按照正常的流程，让他们处理女儿的后事，又为女儿专门买下了一块墓地，30万。
刷的付还的卡。当晚付还还是没有联系我。第二天，我拖着术后未愈的身体办了出院，回到我和付还住的别墅，找律师拟了份离婚协议发给了他。直到深夜，付还才气势汹汹地回了家。我从楼上看到他开车冲进院子，刺耳的刹车听得人一阵牙酸。随后，他动静很大的上楼，一脚踢开卧室的门，冲我质问：“林婉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一边花着我的钱，一边跟我提离婚，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我劝你别玩这种欲擒故纵的花招了。我再容忍你这么一次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我就真的跟你离婚，到时候你后悔也没用了。”他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眼里写满了轻蔑。我看着他这么自信的模样，开始有些怀疑当初的我到底喜欢他哪一点。没跟你闹，离婚协议签了吧？我尽可能地让自己平心静气，看着他这张脸，我就忍不住想起女儿浑身发紫、没有气息地躺在冰冷手术床上的模样。付还似是没想到我这次决心会这么大，他愣了一下，气急败坏。那孩子，视线移到我平坦的小腹，他眼里骤然闪过几分惊喜。孩子生下来了，现在在哪儿？怎么没听到他哭？是不是睡着了？说着，他欣喜出了门，走到旁边的婴儿房。孩子出生前不知道性别，不知道该把婴儿房装修成什么样，因此他专门准备了2套，一套公主房，一套王子房。因此我也以为付还是爱孩子的，可那天他毫不犹豫地离开，还是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。付还先去看了男孩的婴儿房，发现空荡荡的，又进了女孩的婴儿房。当看到东西都不见了之后，他才肉眼可见的慌了。孩子呢？我直接将医院下达的死亡通知单扔给他。付还眼里闪过悲痛，一把揪起我的领口，朝我怒吼：“怎么会这样？当初做检查明明好好的，救护车赶过来需要半个小时，就因为多等半个小时，孩子没了。”我感觉自己平静的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还有，那天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，还发了消息，你现在都没看到吗？付还的神色微妙，黑眸闪躲，他没说话，我却已经明白了大概。为了不耽误他和姜子瑜的单独相处，他故意屏蔽了我的信息。这种事之前没少发生，每次出差他都会去找姜子瑜。我发现之后跟他闹过，闹得烦了，他就直接把我拉黑，让我冷静。或许是自觉理亏，付还怒气消下去，放开了我，语气也柔和下来。这次算我不对，但这也是因为你之前胡闹太多次了，而且孩子出事，我也不想看到的。如果你因为孩子跟我闹离婚，也太没有必要了，让他过去吧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对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买了礼物送你。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将孩子死亡的事情接了过去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丝绒盒递给我。这是灵犀新出的项链，款式很配你，你试试。见我没接，他又将项链拿出来，往我的脖子比划。我认出了这款项链和姜子瑜发的朋友圈里戴的那条项链一模一样。呵，一款项链送2个女人，更何况灵犀曾经是我家公司的死对头，当初就是他们为了竞争一个合作机会，恶意举报，害得我爸入狱，我妈悲痛过度去世。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付还还说过总有一天要帮我爸妈伸张正义报仇，可现在他却像是没事人一样，拿着沾有我爸妈血的赃物当成生日礼物送给我。看到付还还打算将项链给我戴上，我直接抓起项链扔出窗外，随后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巴掌。不等他发火，我便冷冷道：
离婚协议没有问题的话就赶紧签，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傅环才反应过来，朝我气急败坏地吼道：你敢打我？林婉，你完了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如你所愿，我们离，但我不可能让你分走我一半财产，我要让你净身出户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倒要看看你离了我怎么活。我很清楚，傅环拖着不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财产分割，他有野心。当初我爸妈死后，他软磨硬泡地将企业从我的手里接走，融进了他家的公司。后来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，企业规模和市值都翻了1倍，他自然不愿意分我一半。我咨询过律师，现在的我全职家庭主妇，没有工作。傅环如果想要让我净身出户，轻而易举。但律师也说过，只要我找到关键证据，也未必不能让傅环净身出户。纵然证据比较难找，但概率也不是0。我花费大价钱找了侦探，让他们帮忙调查，而我这段时间仍然留在别墅，等着傅环签离婚协议。但傅环始终没签，或许是看我还没有搬走，他还有机会说服我。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他对我的态度竟然软了下来。往常这个时间应该陪姜子瑜的他，竟然留在了别墅，洗衣、打扫，给绿植浇水，给我做饭。以前他觉得自己身娇玉贵，从来不会干这些累活的。我知道他是在给我台阶，换作往常，他做这些，我或许感动了。现在我只觉得好笑。这些年，我对他体贴入微，即便是生理期，也丝毫不敢懈怠，记得他所有喜好。可他不为所动，转头却去照顾姜子瑜，甚至还让我为姜子瑜熬红糖水。这些也是我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的。姜子瑜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，我又为什么不行？说曹操道。这天傅环一大早出门，我因为有些证据还没找到，想要去找律师商量，结果刚下楼，却听到大门被打开了。本以为回来的是傅环，结果等来人轻车熟路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坐到沙发上，我才发现竟然是姜子瑜。他知道房子的密码，而且看样子已经来过很多次了。之前有段时间，我发现房子有外人来过的痕迹，可傅环却说是我想太多了。直到此时，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在我不在的时间里，傅环曾经不止一次地带他回过别墅，还帮他录入了密码。念头一闪而过，我立刻给律师发了条消息。消息刚发出去，一旁的姜子瑜突然嗤笑一声：你该不会是在跟环哥告状吧？那我劝你还是少费些心思，他就算不跟你离婚，那也是因为你还有利用的价值，但在他心里，我比你重要的多。我抬眼朝他看过去，他面色高傲，姿态嚣张，和之前电话里傅环在时娇滴滴的模样完全不同。见我不说话，他似乎是觉得自己的警告有了作用，态度越发得意。我听说你的孩子死了，可你看环哥在乎吗？这些天，环哥虽然在你这里，但都在安慰我呢。他告诉我了，只要让你净身出户，他就会接我过来。说着，姜子瑜故意打开手机，将两人的聊天调出来。环哥，嫂子还在生气吗？要不要我去道个歉呢？你又没做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毕竟孩子没有保住，别胡思乱想。孩子没保住是他的问题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别总是把错揽在自己身上。而且他就这个脾气，总是喜欢推卸责任。我早就想跟他离婚了，可是离婚要分给他一半的财产，而且公司刚上市没多久，如果现在出现丑闻，会影响股票的。等我把他哄好，
让他心甘情愿净身出户。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轰轰烈烈的婚礼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确实是在这几天，所以傅桓一边假意讨好着我，一边和姜子瑜偷偷计划着让我净身出户。所以我劝你还是自觉一些，自己识趣点，主动离开，别在这儿自取其辱了。听着他刻意咬虫的字节，我还是察觉到了猫腻，他在故意激怒我。然而还不等我察觉他的用意，他的语气又刻薄了几分。我听说你的孩子是因为我死的，而且死的时候都已经9个月了，哈哈！我只想说，死得好啊！你这种老女人根本不配生下桓哥的孩子。听到他谈到我的孩子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手指发颤。还未等我动作，姜子瑜却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猛地往后一推，他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林婉，你干什么？与此同时，傅桓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门，飞快地冲上前，心疼地扶起姜子瑜。桓哥，你别怪嫂子，我知道嫂子现在不愿意看到我，她生气是应该的，可我是真心来道歉的。只要嫂子愿意原谅我，我甚至愿意去死，换回孩子的命。明白他的用意后，我只觉得好笑。那你去死啊！他话刚说完，傅桓给了我一巴掌，看我的眼神冰冷。林婉，你别太得寸进尺，子瑜专门来跟你道歉，你不接受就算了，还想害他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恶毒？我命令你立刻跟子瑜道歉！我的脸火辣辣的疼，看着姜子瑜柔弱的模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拎起旁边的水杯，毫不犹豫地泼到他的脸上。这就是我道歉的方式？你……傅桓胸口起伏，拿出手机操作了几下，很快我的手机发来消息，他将我名下所有的银行卡都冻结了，这些钱都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你凭什么冻结？我被他的无耻惊到了，他却不以为然。林婉，我劝你看清情况，现在的你靠我吃，靠我穿，你所有的钱都是我给你的。前2天我惯着你是想让你主动认识到错误，但没想到把你惯得无法无天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什么时候想清楚，跟子瑜道歉。我什么时候给你的银行卡解封？子瑜，我先带你上楼包扎下伤口。傅桓温声说完，没再理会我，弯腰抱起姜子瑜进了卧室。我攥紧了拳，刚要动作，这时律师打来电话：林小姐，您刚才提供的信息很重要，能让对方净身出户的证据已经收集完整了，可以随时起诉。说完，律师将刚才收集到的证据发邮件给我。看到那些证据，我的心已经凉到麻木。当初爸妈去世前，曾经留下过一份遗嘱，企业的股份全部归傅桓，但他必须对我好，不能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否则他名下的产业都要还给我。当时傅家公司的情况岌岌可危，濒临破产。傅桓为了拿下我爸妈的企业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遗嘱。所以这么多年，傅桓即便再不喜欢我，也从未实质性地背叛我。在傅桓和姜子瑜相处最亲密的那些时间里，我也没查到他出格的举动，但我没想到他在外小心翼翼，却早已经将人带到了家里。时间甚至还是在我爸妈去世的第2天。那时候我在处理爸妈的后事，傅桓缺席了葬礼。当时他的借口是要处理公司留下的烂摊子，可事实上却是带姜子瑜来我们的新房，柔情蜜意的互诉衷情。我感觉反胃，却吐不出来，只是干呕。正在这时，傅桓从卧室走了出来，他疑惑地扫了我一眼，却很快问道：家里的药箱在哪儿？子瑜腿摔伤了。他问得理所当然。我没说话，抬眼望着他，这张相处8年的脸
此时竟显得异常陌生。傅桓被看得有些不自在，摸了下鼻子，冷声责怪道：“是你推子瑜下楼，他才摔伤的。我是在替你善后。”善后到我们的卧室去了。我冷笑一声。傅桓脸色沉下来：“林婉，你一天到晚在瞎想什么？到底什么时候能成熟一些？能不能别整天想着怎么争风吃醋？当初就不应该心疼你，让你辞职在家，省得你整天胡思乱想。我孕期产检，傅桓从来不关心。做饭几次切到手，他明明看到了，却装作没看见。有次和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爬山，他差点摔下去，我在后面拼命地拖住他，一只手臂脱了臼，被送到医院。他只关心了一天，就再也不过问。可现在姜子瑜只是摔了皮外伤，他就这么紧张，甚至还能问到我的面前，到底是不是我胡思乱想？他心知肚明。见我没说话，他也没再自讨没趣，直接翻箱倒柜的找医药箱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残存的一丝感情消失殆尽，毫不犹豫地给律师发了条消息，准备起诉。律师很专业，行动的也很快，几乎在当晚，法院的传票就被送到了傅桓的手上。傅桓因为没找到药箱，将姜子瑜送到了医院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正在给姜子瑜喂粥，接到传票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愣了，反应过来，立刻给我打了通电话：“林婉，你闹的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竟然真的敢起诉我！这些天我为了你已经放下了尊严去哄你，你还要揪着一件事情不放，放下尊严。”我忍不住冷笑，看着侦探发来的照片里面姿态亲密的两人，你还是先放下给姜子瑜喂粥的勺子再说吧。傅桓这才反应过来，我都看到了，沉默了片刻，斩钉截铁道：“既然你非要离婚，那我把话说在前面，这些年公司都是我拉扯起来才做得这么成功，这次是你主动提出的离婚，我可以给你一些补偿，但想要分我一半的财产，不可能。”我嗤笑：“可不可能？等上了法庭再说吧。”彻底撕破脸后，我便处理接下来的东西。被冻结的银行卡，我证明里面都是自己的资金后，很快解封。我将别墅里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搬了出去，其实也没有多少，大多都是我买给傅桓的。值钱的带走，不值钱的直接送给了拾荒的老人。虽然这幢别墅当初我们都出了资，但我现在一点也不想见到傅桓，也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纠缠。临走前，我告诉傅桓，别墅他想要，便把一半的资金打到我的卡里，不想要就直接挂到中介那里，卖来的钱平分。做完一切，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个身穿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却找到了我。我本以为又是傅桓找的人，瞬间警惕。年轻男人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心，和我拉开距离。俊美的面容平静，态度谦逊道：“林小姐是吗？我们看到您发在平台上的音乐，十分满意，所以非常想要和您合作。”年轻男人继续说明来意，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我大学时是音乐专业，婚后因为傅桓不满意，我没再玩音乐，但闲暇时间也一直在自己写歌。最新的一首歌是送给女儿的，在女儿的陪伴下，我认认真真的写了歌词，谱了曲，放在了音乐平台上。本想着等女儿出生后，作为礼物送给她。然而，不过歌曲发出去没多久，便广受好评。年轻男人看到后很欣赏，私信我很多次想要合作，但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处理女儿的后事以及和傅桓的事情，所以并没有看到。可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音乐了，我如实告诉他。对方愣了一下，很快笑了。
露出2颗小虎牙。我了解过您的情况，但我同样也相信我的眼光。只要您愿意，您的歌一定会火遍大江南北。我将信将疑，但还是鬼使神差地相信了他。我总觉得他有些熟悉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更何况和傅环离婚之后，我总要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。傅环接到传票后，始终拖延着不肯开庭，大概是他心里也清楚，没有证据，我是不会跟他撕破脸的。他大概也在心虚，怕败诉，所以一直在拖延时间想对策。我也不着急，每天派人去催。傅环拖延一天，我便催促一天。不知道是被我催得不耐烦，还是想到了对策。这天，傅环总算答应了。开庭前例行调解，傅环高昂着脸，神情高傲，最多只分500万。我是不可能分他一半的，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可公司是我一手建起来的。我忍不住冷笑，当初我的父母离世，企业交到他手里，股东都不服他，各种给他下绊子。当初是我进公司，和这些股东斗智斗勇，帮傅环树立威信，对外的合作也是我喝到吐血替傅环争取来的。可在怀孕后，我辞职从公司离开，傅环便开始觉得我百无一用，全盘忘记了我之前的付出。我并不意外，既然谈不妥，那便开庭吧。庭审过程不出意料，傅环将证据证人准备得很充分，甚至还叫来了几个公司高管帮他作证。这些都是他一手培养塞在公司的心腹，自然毫不犹豫地站傅环。傅环还拿出证据，证明了我家庭主妇没有收入来源，没有工作，对公司没有贡献。他没明说，但在大家眼里，我已经变成了贪财、无理取闹的女人。果然，我听到听审团里已经开始有人边指着我，边窃窃私语，担心我会失控。我的律师在旁边低声安慰，随后起身辩诉。他拿出了遗嘱，包括这些年傅环和姜子瑜关系不凡的证据。傅环不以为然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这算什么证据？律师没理会，又拿出关键性的在别墅拍到的那几张亲密照片。看到照片的时候，傅环的脸色愣了一瞬，可很快便恢复如常，唇角微勾。我心道不好，果不其然，下一秒，我的律师脸色赫然惨白。当初拍到的证据里，有一张完全能锤死傅环和姜子瑜关系的照片，可现在却不见了。我偏过头，看到听审席上，姜子瑜面露得意，和傅环的态度如出一辙。即便再笨，此时我也明白过来，是两人想办法销毁了证据。他们现在的权势，做出这样的事，并不让我意外。我的律师慌了神，反复地在公文袋里找，却始终没找到那张照片。他甚至拿出了备份的 U 盘，结果也没找到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傅环面色愈发得意。我是把子瑜带回了别墅，但这些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。我们没发生什么关系，只是简单的朋友关系。朋友之间说笑，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吧。说着，他又面露痛心。婉婉，我知道你因为孩子的事伤心，这段时间我对你的关心也不够，所以你没有安全感。但你为了拿到我的财产，拿这种事情去造一个女孩子的谣，你有想过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吗？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好吗？看到傅环的惺惺作态，我的手指忍不住捏紧，但听审团的其他人却信了。我听到已经有人开始骂我了，嫂子，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这些年环哥的不容易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他为了公司几乎把命都要搭上了，你真的忍心这么逼他吗？我们作为女人不能这样，
想要的东西我们要自己争取，不能伤害别人啊！姜子瑜带着哭腔朝我喊道。四周的讨论声更多。法官拍了下手边的小锤，严肃道：肃静。等四周安静下来后，他看向我，刚正不阿道：原告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有。我看了一眼暗自得意的姜子瑜，以及旁边成竹在胸的傅桓，淡声道：我还有证据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有证人。在法官的允许下，法庭的大门被打开，身着西装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。他淡淡微笑，冲大家打了个招呼：啊，是金牌制作人姜木。他怎么来了？林婉的证人是他，姜木怎么会是他的证人呢？天哪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凌乱了。姜木进门后，听审席上一阵喧哗，法官接连让大家肃静2次，都没能压住他们的热情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是国内的金牌制作人，因为出众的相貌和儒雅的性格，人气很高。更为巧合的是，他就是曾经想要挖我的星探，只不过那次我因为傅桓拒绝了他。私下，他为人也很仗义。在得知我和傅桓闹离婚事情后，他告诉我一件事：那次被我拒绝他还是不死心，所以去了别墅找我，结果却撞到了傅桓和姜子瑜在别墅做不轨之事。但当时外界都知道我对傅桓有多喜欢，所以他便将事情瞒下了，一直没有告诉我。直到现在我不得不面对，他才主动告诉我，并答应愿意帮我出庭作证。我本来是不想麻烦他的，但后来想到傅桓这么看重他的财产，而且他不停地在拖延时间，必然是想要从中作梗。但我自知现在能力不如傅桓，他想要做些什么手脚，我拦不住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多做些准备。姜木说出那天事情的经过以及细节后，傅桓和姜子瑜的脸色逐渐发白，可傅桓仍然嘴硬：都已经过了那么多年，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姜木面色不变：那天你们很激烈，撞坏了桌子的一个角，不出意外，应该还有血。只要取证验 DNA， 就能知道到底是真是假。我记得当时处理完葬礼的第2天，我回到家发现桌子损坏，还问了一嘴，但傅桓不以为然，说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，还要换新的家具，被我阻止了。家具是爸妈帮忙添置的，我不舍得扔。傅桓脸色更青了：那是我家，有点磕磕碰碰，不是很正常，这也很难作为证据。那这个呢？我从手机调出一个远程软件界面，傅桓这次面如死灰，直接瘫倒在椅子上。这是我当初买下的智能床垫，放在了我们的卧室，可以记录使用者的所有数据，包括体重、身形，甚至连使用的次数和时间都能一清二楚地记录下来。当初买下的时候，我还有些小惊喜，觉得这是和傅桓之间的小情趣，但我没想到这东西却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。当时的我沉浸在痛苦，根本没有心情看这些。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，傅桓已经清理了记录，但他以为在软件上清除记录就可以了，却不知道记录能删除，后台的数据却是始终不变的，只要想调，仍然能调出来。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别墅，放松了傅桓的警惕。傅桓自然没想到我会有这么一手。法官休庭，立刻让人去调查。傅桓似乎想要做什么，被人立刻阻拦。姜子瑜和支持他的那些心腹也被暂时拦在了审判庭。几乎不到1个小时， DNA 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，是姜子瑜的。我提交的证据完全有效，可以证明傅桓背叛了我。遗嘱生效，傅桓将净身出户。宣判结果的时候，傅桓整个人近乎疯狂，飞奔到我面前，
婉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你忘了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最爱的就是我，你怎么会忍心让我净身出户啊？他紧紧地抓着我，向来自视高贵的他甚至跪在了我的面前，看着他脆弱的模样，我仿佛看到几年前傅桓被为难无从下手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爱人，但我的爱人在不知不觉间烂掉了。我一根根地掰开他的手指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你忘了吗？你也在跟姜子瑜商量着怎么让我净身出户。傅桓愣了一下，又急匆匆道：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他所以才跟我生气，对吗？我立刻跟他分手，再也不会跟他来往，是他先勾引我的，我对他没有感觉，我只是一念之差才会做了错事。婉婉，我们曾经那么幸福，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我真的不想就这样结束，而且我们已经走过了8年，你念在我们在一起8年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他语无伦次地跟我认错，提到姜子瑜时，眼神狠厉的，仿佛要杀人。我看着他悔不当初的落泪，只觉得愈发好笑。傅桓，你可真是个烂人！但凡你现在和姜子瑜在一起，说要给他未来，我都会高看你一眼。但现在的你和一滩烂泥没有区别。我毫不犹豫地转身，准备离开，却听到现场乱成一团，身后猛然传来一阵尖叫。我回过神，看到姜木挡在我面前，胸前插着半截尖锐的钢笔。傅桓因为行凶被当场抓获拘留，姜子瑜趁乱早就不知道跑到了哪儿，但据说离开的时候还拿走了傅桓身上值钱的东西，结果还没到机场就被警方带回接受调查了。不过姜子瑜在这场案件中参与不多，调查结束后便被放出来了，之后去了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些消息都是我找律师帮忙打听的。此时的我仍旧在医院，看着面前捂着心脏叫疼的姜木，我的内心一阵无奈。医生不是说没有大问题了吗？只是受点皮外伤而已。这几天姜木强拉着我在医院陪他，那天他被紧急送到医院后，连抢救室都没进，医生说没有伤到要害，只受了点轻伤，包扎一下等几天就没事了。我紧绷着的心这才放下去，但姜木这几天每天捂着心脏喊疼，不肯出院，非说自己是病号，让我在医院陪他。这倒是无所谓，关键是这些天总能碰到姜木的粉丝，粉丝看我的眼神很微妙，虽然没有什么恶意，但我总觉得有些怪怪的。要不然我们还是出院吧，我商量般朝姜木问道。姜木叹了口气，虚弱道：可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住，万一出了什么事。他抬眼看我，眼神可怜巴巴的。我无奈，又陪他在医院待了几天，直到医生下逐客令，姜木才不情不愿地办了出院手续。我接手了傅桓的公司，这些天每天公司医院来回跑，有些疲累，但莫名的感觉比原来轻松许多。可能是因为在医院这段时间，姜木总是会早早地准备好饭菜，还会监督我写歌谱曲，因此我没有时间去想起其他的事情。公司那边因为之前曾经待过，不过1周我便摸清了所有的情况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我刚离职没多久，公司在傅桓的运营下便已经开始颓圮不堪，乌烟瘴气。我将公司的项目报表拿出来对比，很快发现了新方向。在保持原有项目不变的情况下，我投资了一档音乐综艺，并且高薪聘请姜木做金牌顾问。姜木名气的带领下，果然综艺大爆，就连公司的股票也开始一路飙红。不久，综艺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，
主题曲也因为明快的风格火遍全网。又一年，女儿的忌日，我坐在女儿的墓碑前，望着墓碑上的照片，我不知道女儿会长成什么模样。照片是我按照自己想象中制作的。我放着综艺的主题曲，这是我当初写给女儿的那首歌，也是当初想要送给女儿的礼物。姜木的眼光果真不错，属于女儿的音乐真的被人尽皆知。我想象着女儿或许会开心地笑出声，随着音乐手舞足蹈，笑着笑着，眼泪便落了下来。又过了2年，傅桓出狱，却不知为何，出狱不久便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。据说他手机里还收到一个匿名短信发来的照片，是一张孩子浑身发紫的照片，没有凶手，警方以自杀结案。听到消息后，我内心全无波澜。又过不久，我和姜木结婚，粉丝纷纷祝贺，当然也有骂我的粉丝，甚至还有翻我黑料，试图引导大家一起骂我的粉丝。我并没当回事，甚至在婚礼当天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份喜糖。风向突变，骂我的声音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吹捧，我不以为意。又过1年，我和姜木的孩子顺利出生，姜木唯恐出现什么意外，全程跟着我和孩子，事事都亲力亲为。看到我因为分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他甚至难过地流下泪来，握着我的手，声音发颤：我们只要这一个孩子，再也不生了。我忍不住笑他。其实姜木早前就说不想让我生下孩子，甚至偷偷准备去结扎，只不过被我阻止了。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念头，想要生下孩子，无关其他。这个念头也来得莫名其妙。可生产当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一个小女孩，扎着2个小辫子，笑着站在我的不远处。她一边唱着我为她写的歌，一边向我走来，直到走到我面前时，她唇角扬起，露出甜甜的笑容。妈妈，我又回来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